Rainy days don't seem so wet. Stormy nights don't stay.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你喜欢猫咪吗？你喜欢寺庙神社那股清幽的氛围吗？你喜欢到干净又漂亮的日本旅游吗？如果以上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，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豪德寺。位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德寺，里面聚集了成千上万只招财猫，是间超级疗愈的寺庙。不过世田谷不只有豪德寺，还有松阴神社和八幡宫，以及许多具有特色的小咖啡馆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在这悠哉的区域随性漫步吧。想在世田谷轻松漫游，可以在三轩茶屋站买一张世田谷散策一日票，就能无限搭乘路面电车东急世田谷线。三轩茶屋站也是关东百选车站之一，入口处还有一张非常可爱的散策地图。一日票的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在电车的前门上车，给司机看一眼，下车时直接从后门离开就好了。从松阴神社站下车，步行5分钟，穿过住宅区，就会到了松阴神社。和京都那些动辄1000年的神社不同，松阴神社非常年轻。这里供奉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吉田松阴，是一间能祈求学业及事业顺利的神社。这里的御守也很有趣，分成圣守和自守。圣守有松阴先生手写的圣字，提醒自己不要屈服于内心的脆弱；自守则是提醒在面对困难时能不忘初心，两个都非常有激励的作用。松下春树还原了古时候的学校，里面是8叠的和室，只有周末开放参观。整座神社充满激励的文字，来这里参拜，感觉自己信心倍增，真的能完成任何事。回到车站，旁边有一栋复合式的商店松阴 Play， 里面有小杂货店、发廊，以及可以看着电车的咖啡馆。如果时间配合得上，可以在这里喝杯咖啡，享受这区的悠闲时光。坐电车到宫之坂站，就会到猫迷最爱的豪德寺。
下车的时候可以先参观一下旁边展示的电车。看到它是不是很眼熟呢？它在镰仓那支影片出现过哦。其实这台电车最早是运行在涩谷到二子玉川区间，之后才在镰仓运行。步行约5分钟就会到豪德寺的寺门。进门的正面是建于1677年的佛堂，里面供奉阿弥陀如来坐像。左手边的三重塔，乍看之下和一般的佛寺宝塔没什么不同，其实这里藏了一些小趣味哦。仔细看，在屋顶里面还躲着一只小猫。本来以为只有东侧正面有小猫，没想到北侧正面还躲了几只。来这里一定要睁大眼睛找找哦。招福殿就是让所有猫咪失守的地方。一进来就会被眼前成千上万只招财猫给震撼。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猫呢？故事要说回宽永年间，燕根藩主锦衣直孝因为一只猫跟他招手，走进寺院后而躲过一场大雨。他认为是这只猫带来的好运，于是重建了豪德寺。这只带来好运的猫咪被称为招财猫，后人建造了招福殿来供奉它，祈求生意兴隆。整间寺院规模不算大，但这些猫真的会让人融化，瘫在这一区不肯走。2019年来访的时候，只有一区有摆放招财猫。2023年再次造访，又多了一整排木架的招财猫。看来这里的人气真的越来越旺了。距离豪德寺步行不到10分钟，就会到世田谷八幡宫。这里建于1091年，算是这一区历史很悠久的神社，供奉应神天皇，也是世田谷的守护神。神社范围不大，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图表。这是因为古时候的武士以相扑作为神道的还愿仪式，在这里举办过盛大的祭典。世田谷八幡宫是江户三相扑的名所，还没看过相扑的我，只好凭空想象当年祭典中的热闹盛况了。
电车坐到上町站，在平交道路口就会看到四田谷百货店。虽然叫做百货店，但其实是家咖啡馆，只有在门口贩售一些文创商品。店员很亲切，知道我是观光客后，很热情地推荐我附近的景点。一杯咖啡，一份三明治，简简单单的餐点，却饱含了当地人的温柔与体贴。可惜的是，当我剪辑影片的时候，这家店在 Google Map 已经呈现永久歇业的状态，无缘再次感受这家店的温暖人情了。距离四田谷百货店步行5分钟的距离，就会到四田谷代官屋夫。这座历史古迹是四田谷县令大厂家的宅邸，以保存原貌的方式展示给后人欣赏。这间免费参观的建筑，包含了一个庭园和空间通透的主屋。可惜的是，主屋只能站在泥土地板的区域欣赏内部，无法走入木头地板的区域欣赏细节。很多古时候生活使用的器具都还完整的保留下来，可以想象以前人的生活方式。也可以抬头看看古时候的建筑工法。这是东京第一座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的住宅建筑。来这里参观，像是时光倒流，为今天的悠闲散策路线增添一股怀旧的情绪。东京作为世界排名第1的大城市，居民数量、建筑高度，甚至最新的流行资讯，总是以牛毛的数量出现在眼前。在处处是惊喜的环境中，偶尔也想回归平时，用慢节奏疗愈人心。四田谷就像是东京都里奇特的存在，有着东京的便利性，却没有东京的急促与纷扰。一日散策，怡然自得。如果你也想尝试不同的日本旅游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放慢节奏，走访那些深藏宝藏的領域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